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出道10年，失意得一皆值得。悬疑犯罪题材剧《公诉》即将圆满收官，剧中怀抱理想、坚韧敏锐，展现新时代女公诉人风采的检察官安妮一角，令不少观众眼前一亮。作为主角团中唯一一位90后演员，饰演安妮的迪丽热巴，在出道10周年之际，选择打破舒适圈，首次挑战公诉题材，在人生的新阶段里，寻求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聚光灯下，关于公诉，关于安妮，关于自己，这一次，迪丽热巴有话要说。电视剧《公诉》讲述了江城市10家检察官安妮·迪丽热巴市与刑警队长河陆元同、大围市通力合作，审查起诉一起司法案件，为人民寻求正义的故事。偶然看到这个题材时，迪丽热巴眼前一亮。虽然之前不太了解检察官的工作，但我自己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我觉得这个职业很特别，很想去了解这个领域的神秘故事。在看完剧本后，迪丽热巴意识到安妮是自己从未尝试过的角色类型，这让她更加跃跃欲试。她是一名打击金融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检察官，性格坚韧果敢，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所以就很想去挑战一下。挑战2字写来容易，说来艰难。首次出演该类型题材剧，迪丽热巴就遇到了拦路虎剧中。作为江城市10家检察官，安妮口才了得，庭审现场大段逻辑缜密的法律条文输出是家常便饭。作为一个检察官，她的表达能力必须非常好，而且这部戏的台词量比我以前拍过的所有戏都要大，很多内容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条文。这一点还挺考验我的。迪丽热巴直言，比如在拍摄初期，有些台词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但是一到开拍的时候，感觉表达节奏不是特别顺，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挑战不止于此。作为新生代检察官中最有潜力的种子选手，安妮毕业后入职神秘的第4检察部，专门负责对抗新型网络犯罪。她马尾利落，制服挺刮，年轻的脸上带着对理想的热忱。正如迪丽热巴本人所说，这是一个坚韧、勇敢、有主见的女孩。安妮是现实中千万女检察官的缩影。为了演得不悬浮，迪丽热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因为我确实不太了解法律专业的知识，为了更贴合安妮的角色，有去买一些法律类的书籍。提前带入角色，也跟着剧组一起去看了真正的案件审理过程。为了融入整个创作环境，除了把剧本内容熟记于心，在拍摄间隙，迪丽热巴经常跟导演及同剧组的演员们一起探讨剧情和角色，增强交流和沟通。秉持着多方位了解人物的原则，迪丽热巴还给自己树立了现实中的参考对象。一名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的女检察官，她亲切地称对方为检察官姐姐。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她坚定了演好这个角色的信念。在拍摄过程中，我会向她请教一些表演上的细节，看怎么才能更真实地呈现出角色的状态。迪丽热巴坦言，姐姐给我讲了他们下班后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和细节。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想象，我当时脑海中就有了画面。那一刻，我找到了安妮和热巴的一些共通点。学会共情角色表演才能打动观众。我记得有场公检双方一起开大会的戏，演员们都身着职业装坐在一起，饰演领导的老师们坐在台上发言。迪丽热巴回忆，我们坐在下面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当时那个场景氛围感特别强，我感触还蛮深的。那一刻，我就是检察官，我就是安妮，安妮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把角色扎根在身体中，挖掘出人物的内在，
从而真实呈现他的喜怒哀乐，是迪丽热巴偏爱的表演路径。以我口到我心，学会共情角色，表演才能打动观众。不难看出，迪丽热巴是一名极富共情感的演员。公诉一句根据真实案例改编，更迭的影像折射出的是一个个现实故事。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例杀欺骗保案。我在实际接触拍摄这段剧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想哭的感觉，也会非常的生气。现实中竟然有人会为了骗取高额保金，忍心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迪丽热巴的语调里带上了几分安妮的嫉恶如仇。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力不惜去做违法、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很可怕。不论他们是出于什么理由，都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生活中，或许每个人都会遇到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守住做人的底线，不能去违法犯罪。这段掷地有声的发言让演员和角色的身影仿若重叠。也许正是如此，迪丽热巴才得以在剧中贡献出精彩的演技，在安妮或洞若观火，或了然于胸，或凌厉如刀的眼神下，似乎一切罪恶无所遁形。有网友调侃，这眼神的压迫感，不用审就招了。安妮这个角色比较正，我不想让她有太多零碎的小动作，所以会在表演中通过眼神的设计和台词的节奏，做出情绪上的变化和递进。迪丽热巴的巧思体现出来案头工作的重要性。现实中的讯问，嫌疑人一般不会轻易开口供述案情，检察官需要非常有耐心，要通过不同阶段案情的发展去循循善诱，逐渐找到嫌疑人身上的突破口。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迪丽热巴非常感恩此次的拍摄经历。她反复强调自己的学习和收获，还特意感谢了佟大为，剧中饰演刑警队长的佟大为老师是我的师兄，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拍戏。一开始我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我以前看过很多大为哥的戏，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剧中的安妮和何洛元是一对默契十足的司法搭档。现实中两位演员的首次合作却让小师妹迪丽热巴有些忐忑。好在拍摄过程中，佟大为发挥了上海戏剧学院传帮带的精神，大为哥人非常好，在拍摄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我们一起对戏，一起讨论每段该怎么更自然地给到反应，怎么去更加生动地诠释角色等。每一段戏他都有认真去想其中的内在逻辑。慢慢熟悉之后，我们就有点戏中安妮和何洛元那种搭档办案的感觉了。这一次拍摄，我从大为哥那里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非常感谢他。沉淀和幸运的10年，专注梦想的当下，公诉对迪丽热巴的影响显而易见。在采访中，他干起了安妮普法的活儿，以自身经历谈起了如何防诈骗。以前接到过诈骗电话，因为看过一些宣传科普，我一听就听出来是诈骗内容了。迪丽热巴直言，我就会直接去问你是不是骗子，对方意识到被揭穿一般会挂断电话。鄙视犯罪分子智商的同时，他还不忘给大家安利国家反诈中心 APP。我手机里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它是有诈骗电话警示的。如果后面再接到这种电话的话，我应该会直接挂掉电话。真诚随和，这是在交流中迪丽热巴留给记者的印象。她说，我想在剧里塑造出一位追求正义，同时也充满温度、贴近生活的、真实的、优秀的女性检察官形象。希望能展示出新时代女检察官的职业风采，将检察官安妮带来的能量通过这部剧传递给大家，也让观众能透过安妮这个角色去更多了解检察官这个职业以及公诉人角色的现实意义。她这段寄托演员理想的话语，或许也是迪丽热巴在出道的第10年里赠予自己的寄语。
从2013到2023，10年间，迪丽热巴演绎的高雯、白凤九、乔晶晶等角色拥有不同的人物底色，或热烈奔放，或古灵精怪，或单纯率真，一人千面各具风情。迪丽热巴用沉淀与幸运来总结这10年的演艺生涯。从10年前到现在，我出演了很多影视剧，也从每一次的拍摄经历中不断努力提高自己。当然，我也很幸运能收获观众朋友们的关注与喜爱，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支持我。悠悠10年，并不是从一开始便鲜花着锦，然而无论失意还是得意，对迪丽热巴来说都是值得珍藏的经历。我是一个不太会去患得患失的人，无论过去和现在，每个当下的时刻都是值得去珍惜和记忆的，所以就保持顺其自然，享受当下的状态吧。顺其自然并不代表佛系躺平。迪丽热巴将业务能力优秀、聪明、敏锐、有主见，不会情绪内耗的安妮当成榜样来看待，她的行为风格、做事态度都在感染着我去更积极、更有动力地面对工作与生活。针对工作和生活，我会结合当下的状态，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和目标，然后分阶段努力去完成。未来希望可以尽量没有遗憾地去完成每一个角色，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也希望可以把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平衡好，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多了解生活，感受生活。